哇，真是太冷了！第一个霜冻日到了，看这草上已经是挂满了白霜了。今天虽然是第一个霜冻日，但是温度并没有那么低。看看这柿子树叶片上面的霜都已经化了，还有一滴水正要往下滴呢。这棵油桃树的叶子还真是坚强啊，都霜冻了还没有掉下来。这棵蟠桃树也是，看它叶子的状态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旁边的2棵水蜜桃树就剩下枝头的零星的叶片了。看这棵今年结了几十个水蜜桃的桃树，叶片落得更彻底，枝头都已经秃了。这桃树的花芽分化看起来还是挺饱满的，明年应该还是能结不少的大桃子的。再走走看看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这是之前保护起来的韭菜。哇，阳光已经出来了，这白霜应该很快就褪去了。看这向着阳光地方的草，上面的白霜早就已经化掉了。这背阴的地方完全就是另一番景象。早晨后院的小树林也是特别的漂亮，尤其是后边这棵有红叶的树，每到入冬的时候都会成为我后院的一道风景。我好像又听到了远处的鹿在跳走的声音了。这些鹿常年就活跃在这个地带。再看一眼这些被霜打了的红菜苔，还有小油菜，还有旁边的娃娃菜、雪里红、芥菜，还有菠菜。这4、9菜心上边的白霜差不多都已经快化掉了。还有这些羽衣甘蓝上边也是挂着白霜。现在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我们把豌豆尖也都给它摘下来，以免特别冷了之后给冻坏了。我们原本是种了这整整1排的豌豆尖的，结果全都被鹿和兔子在很小的小苗的时候就给吃光了，现在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了。看这些就是原本已经被吃光了，后来又长出小苗的。看它旁边的这些，这才是它原本该有的大小。不过这么多豌豆尖呢，也是足够我们吃了。看，这是其中的一颗豌豆的一个分支，把它的尖掐了以后，又长出了很多的分支。看看这儿有一个，这儿有一个，这儿，然后下边还有。其实一颗豌豆是能长出好多好多的这种嫩尖可以掐的。看看这边这一小片，全都是可以掐的豌豆尖。看着蒿子杆几天不见也都长起来了，我们也是提前给它摘下了一些，以免天气太冷了给它冻坏。这种直接用剪刀给它剪下来就可以了。这种密植的小青菜就是会长得特别鲜嫩，摘下来涮火锅特别好吃。来看一下这茎杆的鲜嫩程度，感觉水都要滴出来了。再看看上面的部分。要是去大中华超市里边或者一些中国超市买那些蒿子杆，很少能碰到比较鲜嫩的。超市买这些东西，一是很少见，另外即便是找到了之后，它也是那种特别老、特别大的那种。今年我们种的这种蒿子杆是叫光杆茼蒿，它就是一根光光的杆子长上来的。这种茼蒿呢，就特别适合密植，长得高高的、嫩嫩的。超市买的那些青菜通常都会长得特别大颗，但是因为它们都用了化肥，和我们这种有机种植的小青菜比起来，肯定是没法比的。我不知不觉中，没过几天，我这些覆盖作物已经长这么大颗了，这么多，一大片。这是萝卜，这是羽衣甘蓝，这是冬豌豆，还有冬小麦。这些樱桃萝卜我们也摘回去一些。小的拔下来一个。这种密植的樱桃萝卜，边吃边拔，能吃很久很久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品种的樱桃萝卜，这个个头要稍微小一点。一般这种有白色的樱桃萝卜都会偏辣一些。我们拔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找那些密集的地方，把个头稍微大一些的就给它拔下来。这样的话，其他的萝卜还能继续生长。哦，这个萝卜个头挺大。一般都是比较稀疏的地方，这些樱桃萝卜个头就会长得更大一些。所以这种种法呢，就是要经常收获，拔得稍微勤一些。看这种冷天气下的樱桃萝卜，又鲜又嫩又脆，拿水稍微冲一下，直接就可以吃了。看这边这些小樱桃萝卜，因为是密植的嘛，所以都挤在一起了。看看它就是这样生长的。
看，像这种你就可以把这种大个一些的给它拔下来，然后它两边的萝卜就可以继续再长长。还有这种也可以拔下来。这个现在的天气其实已经是很冷了，今天晚上会有零下2度了。我们今天晚上之前会把这些樱桃萝卜给它盖起来，这样能够给它御寒保暖。再往后呢，它们的生长速度应该就比较慢了。用无纺布给盖起来，就像是放在冰箱里边保鲜一样，但是其实还是会缓慢的生长的，也不至于坏掉，还是能保持鲜脆。我们也会一直留意天气预报，如果实在是气温太低了，我们就会把它大部分都采收回去了。零下2、3度、3、4度，一般盖上无纺布之后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这边的一片羽衣甘蓝，我们也都掐叶子给它摘回去，这样的话可以用来做包子，还是非常好吃的。像这种掐杆子、掐叶子把它摘回去，剩下的部分还是会继续生长的。我们也会盖上无纺布给它保温保暖。这棵是长得又高又嫩，看这一把还是特别鲜嫩的。这种大小呢，把它用来做包子馅儿、包包子，特别好吃。我们一般就是给它掰成这个样子，周围的叶子都拔下去，中间留1到2片叶子就行了。这些叶子会继续再生长的。再看这几棵长得多棒啊！这一大片羽衣甘蓝，我们都把它摘回去，包包子也得包好一阵子呢。不过包子的好处就是包完之后，我们可以放到冰柜里边冻起来，吃的时候拿出来蒸就行了。这也算是这些青菜的一种另类的冬储方式吧，直接做成食物储存起来。这4、9菜心儿，我们是一批又一批的采收。看，这是上次采收过之后又长出来的，这么大一大颗了，好多分枝啊！这个摘的时候我是要看的，我要留节点，下次让它继续分枝。你看我们在摘的时候会留出这样的一些芽点来，而不是从根部直接掰除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芽点又会重新滋生出新的侧枝来。还有像这种小的枝也保留下来，过一阵子就能长大。看这里边这一丛，这也是一颗4、9菜心儿，掐过尖儿之后，后来又长出来的，长特别多侧枝之后，就显得特别大一大颗。把这颗大个的也给它摘下来。这种4、9菜心儿呢，它的茎、叶还有花都是可以吃的。这一颗4、9菜心上，这一次我们就摘下来5个分枝，都是这种胖的分枝，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。这种4、9菜心儿真是特别的高产啊！这里边是不耐寒的芝麻菜，我们早的就给它盖起来了。其实准确来说，这芝麻菜应该是属于耐寒蔬菜里边最不耐寒的了，而并不是说它本身不耐寒。我们这次先把边上的一圈都给它剪下来，中间的再继续盖上无纺布。这芝麻菜呢，可以拌沙拉，也可以炒或者是做汤。这剪下后的部分继续留着，它还会再生长出来的。周围边上剪完了，中间呢我们就先留下来，继续把无纺布还有塑料布给它盖回去。我们给它用的是双层的保暖，里边一层用的无纺布，外边还盖了一层这种塑料薄膜。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无纺布，外边再加上一个塑料薄膜，这种结构，这种双层保暖会让里边的温度更高一些。而我们把边上一圈给剪掉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边上的一圈它会挨到无纺布，挨到的部分就比较容易冻坏啊。剪好之后再给它继续盖好压实。对于这种耐寒蔬菜来说呢，这种双层保温就像是冰箱一样。在我们这地区，比如这些芝麻菜呀之类的，可以吃到11月底，等到12月份就看天气的变化情况了。如果是特别冷了之后，这些芝麻菜可能就会被冻伤或者冻坏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早点把它采收回去了。这边的韭菜原本我们已经采收过1茬了，当时想着就采收1茬就可以了，后来盖上无纺布之后呢，长势非常的旺，现在这个第2茬又已经长起来了，又可以收割了。看看现在长得是多鲜嫩啊！这韭菜也是采收下来之后，把它洗干净做成馅儿，包包子、包饺子之类的，也是可以以食品的方式给它储存起来。其实我们全家都还是挺喜欢吃韭菜鸡蛋馅儿的饺子的。后边到了冬天，想再吃到韭菜的那个饺子就不太容易了。
这入冬之后吧，经常都会有挺大的风，所以这些无纺布和塑料布膜一定要给它压紧压实，否则的话被吹飞了那就麻烦了。它藏在这儿，它也想找暖和地方。是这些小昆虫也会找暖和的地方藏。在这待着吧，去里边吧，这待会儿你出不去。进去吧。先把第一层无纺布给它压好，然后是外边的一层塑料布也给它弄上，最后再拿砖头给压起来。看这些娃娃菜，这些是被丽丽给从外边一片一片扒下来的，就是随吃随扒。这2颗是没有扒过的，看看现在已经开始剥芯儿了，尤其是这一颗，看看现在已经比较紧实了。这边的芥菜还有雪里红，我们一会儿也是把旁边的一圈给它剪下来，然后中间的部分就先不管它了，给它盖上无纺布。这些菜呢是耐寒蔬菜里边最耐寒的品种了，盖上一层的无纺布就够了，不用再盖塑料布了。旁边的菠菜也是同样的方式处理。这些就是今天的收获了，这风好大呀，一会儿的功夫菜叶都稍微的有点吹干了。这里边是4九菜心，我们摘了好多，里边还混了一些红菜苔。这边还有一点韭菜，还有点无花果。这一盒里边，左边是夜用的芥菜，右边是雪里红，都是特别鲜嫩的。这些是羽衣甘蓝，有好多，还有点豌豆尖儿。豌豆尖儿受风的影响挺大的，吹一会儿都有点发干了。这是刚刚摘的樱桃萝卜，萝卜还是挺鲜嫩的，叶子已经被吹干了。左边还有点樱桃番茄，还有点豆角。这些樱桃番茄是从棚里边淘出来的。没想到都11月份了，晚上马上就零下2度了，还居然能有樱桃番茄吃。我们把目前长得还比较好的藿香的叶子也摘下了一些。这边是芝麻菜，也有一大盆，别看它多，拌沙拉的话很快就消耗掉了。这些光杆茼蒿是超级的鲜嫩，不管是蒜蓉清炒，还是凉拌，或者是涮火锅，我们大概2顿吧都可以把它吃光。这些韭菜呢是我们昨天割下来的，到现在还挺鲜嫩的。我们打算把它用来做馅儿包饺子，做韭菜鸡蛋馅的饺子，也给美国邻居拿一些去。以前我们送过韭菜给他们，他们是能接受辛辣的味道的。昨天我们说包饺子的时候，跟他们说猪肉、虾仁、韭菜鸡蛋的这种饺子，他们能不能吃？他们是认为完全没问题的。我们全家都是非常喜欢吃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的，尤其是麦麦，超级喜欢。所以老美的这些邻居，如果他们能受得了韭菜的气味的话，那他们肯定也是会喜欢饺子的味道的。这风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得赶快把这些小青菜给收起来了，否则都吹干了。看看这树上的叶子都快掉光了。这期视频从种植角度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要点就是散播密植，像这种小青菜呀、樱桃萝卜呀，我们在秋天种植的时候采取散播密植的方式，最后会有源源不断的非常好的收获的。不管是从品质啊、数量啊、鲜嫩程度啊，还是采收的持续时间，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的。